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。今天我們繼續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的辦法來學習地道的中文普通話，還有有趣的中國文化。什麼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呢？就是一個母語者，比如說我，你們的老朋友 Edward， 用簡單清楚的普通話跟你們聊天講故事。你能夠聽懂，只要你堅持多聽多跟讀，你的中文普通話就會越來越好，你也會更加了解中國文化。我一直相信，只有你了解了文化，你才能真正的掌握了中文，而文化又是語言中最有趣、最有魅力的一部分。我們今天開始吧。今天我要給你講4個中國民間的故事，最出名的民間故事。什麼是民間故事呢？民間故事就是老百姓口口相傳的故事，老百姓都很熟悉的故事。這4個故事呢，都是關於愛情的，而且都是很苦澀的愛情，就是我上一集苦戀花的那期節目裡面講到的苦戀，很苦澀艱苦的愛情。這4個故事都很苦澀，都是很苦澀的愛情故事。第一個故事呢，是很早很早以前了，2000多年前，中國第一個皇帝的時候發生的。中國第一個皇帝是秦始皇嘛，他修建了中國最偉大的建築長城。當然是中國人民很偉大，古代的中國人很偉大了。秦始皇修長城的時候呢，有一對齊國的夫妻，丈夫被命令去修建長城，但是不久以後就因為勞累或者生病就去世了嘛。妻子聽到消息以後呢，就去找到丈夫修建長城的地方，找到了丈夫的墳墓，然後就非常的傷心，在丈夫的墳墓邊哭了好久好久，最後連長城的一角都塌陷了。這就是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，是不是很淒美？感情很深，但是結局卻不是很好，很悲慘。今天好熱，5·1一過，上海就進入夏天了，我們都開始穿短袖了。你們那邊天氣怎麼樣？看這個湖裡面有好多紅嘴鴨子，它們好像還生了很多小寶寶，可惜現在藏起來了，估計睡午覺去了吧。本來小鴨子在那邊，在那個蘆葦的旁邊。剛才鴨子媽媽好像叼了很多吃的給他們，好溫馨的場面啊。第二個故事是牛郎和織女的故事。牛郎就是在人世間地面上放牛的一個年輕人，織女呢是天上的一個仙女，她有6個姐姐，她是最小的。有一天，7姐妹就相約到人間來游泳，應該也是一個很炎熱的夏天吧。織女就和牛郎邂逅了，就是偶然碰見，然後牛郎和織女就一見鍾情，第一眼看見對方就喜歡上了對方。
織女就決定留在人間，和牛郎結婚生子，沒有返回到天庭，就是天上神仙住的地方。織女的媽媽，也就是王母娘娘，聽說了以後非常生氣，把織女押回了天庭。牛郎當然就不甘心了，对不对？他在自己老牛的幫助下，他的老牛也很有法力，應該也是個神仙牛，幫助牛郎也追到了天庭。王母娘娘就在牛郎和織女快要見面的時候，在他們中間畫了一道銀河，就是一條很寬很寬的河，這樣牛郎和織女就不能碰面了。銀河就是我們說的銀河系的這個銀河。可是牛郎和織女一直沒有放棄，他們都很愛对方，一直不肯離開。這個時候呢，天上有那種很神仙的喜鵲，在農曆的正月初七這一天，在銀河的兩岸搭起了一座橋，也就是鵲橋，喜鵲組成的橋。有了這座橋，牛郎和織女就可以相會了，相見了。現在每年的農曆7月初七，在中國都是一個傳統節日，叫七夕節。七夕節相當於中國的情人節，是不是又是一個很苦澀的愛情故事？第三個是許仙和白娘子的故事。許仙是一個書生，就是一個讀書人。白娘子呢，是一個蛇精，也就是蛇變成的妖精。妖精就是做壞事的神仙嘛。白娘子因為許仙上輩子救過她，所以決定在許仙這一輩子的時候呢，要跟他結成夫妻。在中國文化中間，我們人是有輪迴的嘛。比如說我就有上一輩子的我，還有下一輩子的我。許仙當然也很喜歡白娘子，畢竟是神仙變的嘛。雖然是妖精，但也是神仙呀。可是呢，在附近有一個金山寺，金山寺有一個法力很高強的和尚，這個和尚名字叫法海。法海功夫很高嘛，法力很高，他一眼就知道白娘子是蛇精变的，他就千方百計，花很多辦法去阻挠白娘子和許仙成親，結成夫妻。最後白娘子開始反抗了，他就發動了大水，要把那個法海所在的金山寺給淹沒掉。當然最後還是法海的法力更高，他最後把白娘子壓在了西湖邊上的雷峰塔底下，永遠壓在雷峰塔的底下。這個故事就是白娘子水漫金山，還有法海在雷峰塔下鎮住白娘子的故事。如果你們有機會來中國玩，可以去鎮江的金山寺，還有杭州西湖邊上的雷峰塔看看。這也是一個很凄美的愛情故事，也是一段苦戀。好吧，我們再講最後一個故事，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。梁山伯是一個男生的名字嘛，祝英台是個女孩子。祝英台呢也很喜歡讀書，跟梁山伯一樣，他們都喜歡讀書。
可是祝英台是個女孩子，在古代，中國女孩子是不讓讀書的。但是呢，祝英台很喜歡讀書，她爸爸媽媽呢也很支持她讀書。這在中國古代其實是很難得的。所以祝英台就女扮男装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打扮成一個男孩子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男孩子的模樣，穿男孩子的衣服去上學。他也和祝英台邂逅了，而且成了同学，成了知己。知己就是很好的朋友吧，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後來祝英台就回家了。一段時間呢，梁山伯就很思念他的知己，他的好朋友。梁山伯就找到了祝英台家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祝英台是個女孩子，還很漂亮。梁山伯就打算找祝英台的爸爸媽媽去提親，因為在古代，女孩子的婚姻都是由父母決定的。女孩子，當然男孩子也一樣，都是不能給自己的婚姻做主的，不能決定自己的婚姻，不能決定嫁給誰，娶誰。可是梁山伯已經晚了，祝英台的爸爸媽媽已經把祝英台嫁給了另外一個人。梁山伯只好很傷心、很苦悶地離開了。最後沒過幾個月，他就鬱鬱而終，就是很傷心、很苦悶地去世了。祝英台在出嫁那天的路上，也是很偶然發現了路邊梁山伯的墳墓，而且在那個墓碑上發現了梁山伯去過他家找他爸爸媽媽提親的事情。祝英台也很傷心，也是大哭不止，不停地大哭，連老天都感動了。最後山崩地裂，就是周圍的山都崩開了，都裂開了，地也裂開了。梁山伯和祝英台雙雙變成了兩隻蝴蝶，在天上翩翩起舞，很淒美，是不是？你喜歡這樣淒美的愛情故事嗎？中國自古以來，愛情都是充滿了悲劇，但是中國的愛情也講究忠貞、忠誠、執着。你喜歡這樣的故事嗎？在你們的國家和文化裡面，有這樣苦戀的故事、淒美的愛情故事嗎？當然，不光是在神仙、童話故事裡面，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淒美的愛情故事。比如說，宋朝有一位大詩人叫陸游，他和他的妻子結婚了以後呢，陸游的媽媽不喜歡他的妻子，就讓他們離婚。最後，陸游只好被迫無奈和他的妻子離婚。後來有一年，他們在老家一個私家花園裡面碰面了。陸游就寫了一首詩，寫在牆壁上。他的第一個妻子看到以後，非常的傷心，過不了多久就去世了。連古代大詩人都有這麼淒美的愛情故事。好了，今天4個最出名的民間故事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，也可以在評論區給我留言，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多和我互動，練習學到的好詞好句。我們
下次再見，拜拜。